这出狱的是小夫人，又不是郎君，您着急沐浴更衣做什么？都说经牢狱之灾，得沐浴焚香以除邪祟。牡丹房中苍竹珠香一点，定是芬芳缭绕。我去见她，自然得洁净自身，方才吉利嘛。蒋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花不会是从牡丹院子里摘的吧？蒋郎放心，这些都是我出钱买的，赎金，我哪敢招惹姐姐半分啊？那就好。凡事啊，讲究先来后到。这汤匙你先用，我先走了。连州整个人都是蒋郎的，还分什么你我？自我嫁进来，蒋郎从不来我房中过夜，咱俩都多久没见面了？今日上天眷顾，让我遇着蒋郎，就让连州好好的服侍您吧。连州，我同你说句实话吧，自从有了牡丹，我对旁的女子实在提不起兴致来。我知道，这段时日啊，委屈了你。一会儿你去开库房的门，里面喜欢什么呀，你随便挑，好吗？嗯。果然是大王义女，真是善解人意。走了。夫人，合适的厢房已经熄灯了。频频私用皇家玉品，乃杀头重罪。夫人，一定要买吗？夫人的绣工可真好。这华莲衣长裙虽然旧了，却不减其美，上面的莲花像真的一般。当年我父亲开的绣庄，可是江南最大的一家，见我手绣出的衣裙不计其数，可如今能找到的、买到的，便只有这一件了。我从小便有一个心愿，有朝一日能穿上这样美的衣裙，哪怕是在黑暗无光的夜里，我只穿给自己看。可父母告诫我，商人不配受贵人服侍，直到父亲被贪官迫害，一夕间家破人亡，我都从未穿过如此华丽的衣裙。夫人能走到今日，当真不易。商人卑贱，无论生意做得多大，当官的一句话便会让一切灰飞烟灭。只有攀附皇亲贵胄，才能与富贵我中，珠翠罗衣，拥抱平安。
商户出身啊，你和他都经历了不少的磨难，却活成了完全不一样的样子。我们被家人呵护长大，可是他呢，家破人亡。一路以来的艰辛和苦楚，未必是我们可以懂的。想必林州在年少绝望时，并没有人给他选择的机会，让他可以用绣工为自己谋一条生路。贵人给了他一座锦绣牢笼，让他丰衣足食，高枕无忧。他自然以为，只有攀龙附凤，才能拥有安稳的人生。这么看来，可恨之人，确实都有可怜之处。这贵人穿旧了不用的衣裳，寻常百姓买了也是罪过。想必这些年，连州谨小慎微的算计度日也是怕了。就如同圣意，想要重新开始，又谈何容易？等他住得久一些，和我们越来越熟了，说不定慢慢就改变了。希望如此吧。今日之事，我们全当没有看到，不能让第三个人知晓。明白。将军，随之，不必多礼。这一礼是圣人让我代他所行，晋大将军忠心持担，谢您这些年镇守河东。于某惶恐，请圣人放心，范阳节度使与宁王再交好，想过黄河，也要问问我们河东军允与不允。有将军在，圣人自然放心。这些年，圣人可好？只要山河无恙，圣人便一切皆安。来，将军请起。待时机成熟，圣人会传信河东，到时候请大将军携旨而来，助圣人定100年基业。计划如何？请随之详说。前日那事，何时没有起疑吧？已经应付了过去，他没再问起。户部尚书病逝，位子空悬，正需要你吹一吹枕边风，让花鸟使诸大王的人得此官位。蒋承阳爱重何事，不肯给我机会，这风如何吹？若何氏死了，你何愁没有机会？怎么，姐姐叫的久了，还真当他是一家人了？宁王府不养废物，更不允许任何人背叛。宁州能有今日，都靠大王庇护提拔，绝不敢忘恩。蒋承阳在乎何事？他若暴毙，必会彻查。若查到你，你可能自保；若查到我身上，又该如何同大王交代？只要何为方失了仇，便不会再碍我们的事儿。你若真的过他，又怎会有今日之困？之前我不明白，蒋承阳到底喜欢他什么。如今我看清了，何氏口齿伶俐，一张嘴便能哄得郎君欢心，而这张嘴用在经商上，亦能为郎君赚得金玉满堂。你是想毒哑他，绝了他的立身之本？待蒋郎恢复指挥得知，何
何时自己染了病失了声，郎君伤心之时，妾自然要去安慰。连州定不负大王厚望。牡丹劝我的话，我都听进去了。我想同你学做生意。当真是这样想的？开元寺之行，我求了签，签文说我与蒋郎无缘。如今我也死心了，日后还请牡丹庇护，让我多些钱帛傍身，不至于老了孤苦无依。妹妹，快起来！若你真的能够放下过往，那日后不必再担惊受怕，日子也会越过越好。如今你来了方圆，众人与我便是你的家人了。这对花盏是我送牡丹的拜师礼，还请牡丹不吝赐教。好，正好今日啊，我要试试新酒。连州颇有见识，一同尝尝吧。好啊，美酒配好盏，何不拿这个一试？这牡丹盏真是精美。来，连州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请牡丹教我经商。来，这盏上的花真好看，咱们方圆什么时候才买的？这是我送牡丹的，大福也用它来试试新酒吧。来来来，今日啊，大家都尝尝，这是锦娘娘的新酒，看看味道如何。来，连州。味道不错。如何？都下去吧。是。夫人，方圆开了门，灯火大亮，吕跟春已经赶过去了，想必何事已经毒发。夫人放心吧。牡丹姐姐，这昨日还好好的，今日怎么？昨夜姐姐突然喉咙刺痛，气喘艰难，自时起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小城医师，牡丹到底得了什么病？我刺了针，试了药，全都无济于事，查不出是何疾症。待蒋郎回来，定会请副圣手来为牡丹诊治，一定会好的。这喉痛，可要多喝些清热的。牡丹，方才紧张牡丹一时失了手，快将这些都丢了去，勿让牡丹看了心烦。是。
该回的都回了，你去吧。平淡。平淡。蒋郎，姐姐病了，如今人在方圆，蒋郎可要去看看。哦，是吗？连州妹妹，姐姐回府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，身子如何了？若有不适，我要强撑了。身子，我身子一直很好啊，从来没有病过。妹妹这么匆匆赶来，是想与我喝盏茶吗？你是不是想问，我为何会安然无恙地站在你面前，而这碎了的牡丹盏，又为何可以完好无损地出现在这里呢？连州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请牡丹教我经商。自从撞见你跟招财密谋，我从来没有放下过疑心，一直派人跟着你，没想到竟被我查出了你们制作阴毒，想置我于死地。斩逼内荼毒，很精细的手段。可惜，在此之前，我早已买下了一对一模一样的牡丹盏。你砸碎的那个是无毒的，而真正有毒的是我手中的这只。我从未做过这些。蒋郎是何时哄着我说要教我经商，我这才买了对花盏送他，想与他亲近。这花盏不是什么稀罕物，有钱都能在此坊买到，那如何能做得了正？还有那招财，我不过是让他帮我搬过几次花，什么下毒的我没有。是吗？那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张方氏还有招财的供词，他们早已在衙门认罪画押了。药到病除，主家很满意。这是剩下的钱帛，日后。老实点！别动！这毒这气，皆是从方氏家搜出来的。以前张大师只是坑蒙拐骗，怎么如今连制毒害人性命的活都敢接了？店主饶命，县令饶命，小的知罪了，我知罪了，知罪了。还有你，来蒋府这么多年，竟然无人发现你会功夫，藏得这么深，怎么，是想暗中杀害郎君吗？毒杀良妾未果，或许罪不至死，但敢问县令，若是以奴杀主，戕害官员，该如何判呢？奴婢谋杀主者，斩。
小人虽会无意，但绝无害主之心。是连州派小人来的，连州他想害死您，小的也不愿做这伤天害理之事，都是连州逼我的。夫人饶命！县令，这连州是大王送给蒋勋的，若是交给您处置，怕您也是为难。此事涉及蒋府内宅，等郎君回来以后，我自会说与他知，就不劳烦县令您了。多谢牡丹夫人不计前嫌，体恤下官。夫人如此深明大义，花鸟使真是好福气啊！过奖了。至于这2个人，手段阴险，证据确凿，还望县令一律处置。连州，我待你这般好，你为何如此对我？你实在是让我太寒心了。夫君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今日，你能因为我宠爱旁人，便对牡丹下毒？来日若怨上了我，又当如何？夫君万万不可！连州是大王送来的，看在大王的面子上，你也不可伤他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我查验了招财所买的阴毒，药量之大，足以取人性命。但是斩壁内的毒量是精心算过的，只会致哑，不会取人性命。所以，你没有想害死我。夫君，说到底，这些都是后宅之事。我有几句话想同连州说。还请你让我自行处置。好，便依你。起来吧。你入了府以后，没有得到过夫君一分怜惜。你觉得自己白白误了年华，所以你恨我。我不怪你，我不怪你，是因为你良心未泯。但你终究是做错了事情，所以我无法继续容你在蒋府了。我明白，无论你如何处置，我都没有怨言。我之前同你说的都是真心话。我从未想与你争，更不想与你相残。我之前说的，自在的日子，或许你以前没得选，但是今日，我想给你一个选择。牡丹何意？要么明日，你被郎君退回宁王府，也许你还会被送给哪个王亲贵族。虽说是衣食无忧，但是8成还是会被卷进无尽的内宅争斗当中，无法心安。要么连州死在今日，从此以后，你更名换姓，远走高飞。我会助你去一处山清水秀之地，到那里，你可以凭借自己的手艺谋生，不再是任何人的附庸。或许到了那里，你会遇到一个真心待你的郎君，安稳、畅快地度过余生。男女之情，强求不得，我也不想耽误了你。牡丹既让你选择，
你但选无妨。牡丹的恩德，我永志不忘。可大王待我恩重如山，我不能为大王笼络住蒋郎的心，是我无能。我不怨任何人。爱卿蒋郎，将我送回王府吧。自家小厮牡丹已送官处置。这连州啊，乃大王义女，我不好擅自做主。想来想去，还是将她送还大王。知道他只是被小人构陷的事。燕子这人挺好的，就是他的是小人吧。小春，牡丹。怎么伤成这样？没事的，这不好好出来了吗？不许哭啊！这是郎君亲自找傅医师要的伤药，嘱咐二位尽快敷上。我端了补气的汤，姐姐和小春要好好休养。谢谢六郎，我们一会儿就喝。去吧。春儿，父亲，为父错怪你了。在你受难之时，我就不如外人信你。为父给你道歉。通过此事，我也知晓你的医术的确精湛，何店主也是真心待你。你真的长大了，看人的眼光比为父好。是我做的不好，明明不喜欢女工，还装作一副大家闺秀的样子，从没让您了解过真实的我。今日洗刷冤屈，理当庆贺。不说这些了，为父也不知送你什么好，只记得你说过喜欢此物。往后，你想行医就去行医吧，平安就好。父亲，这风，哟，这风。你怎么端了个火盆上来？你不怕火了？是川渝端过来的，说是能驱邪避秽，还能烘干头发。哎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全身上下就嘴最硬。
这样可有舒服些？嗯。平日啊，你是管着几家店的核店主，是担当一切的姐姐。也就只有在自己家中，在寂寂夜里，才能有片刻松饭。行了行了，我们本是演戏，可如今怎么演得这般真切了？若是让天上的月老看到，会错了意，把你日后的姻缘红线全剪了，你可莫要怪我。我本就无心情爱，用不着月老。若他当真给我乱缠了谁，我定亲手将那红线剪断。别瞪了，缠成死结了。剪了吧。乖，啊，牡丹，哎，张嘴，牡丹，废物，长得再强，终究不是何威风养的。郎君做了这么多，人心肉长怎能不动摇？可他已是花鸟使的人了，郎君何苦这般折磨自己？花鸟使，哼，说的没错呀。花鸟使，只有扳倒了蒋长阳，当何威风无枝可依时，他才敢相信，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才能帮他实现夙愿。就是不是这个意思。县主对郎君情深意重，郎君不……郎君，郎君，出事了。码头出现生面孔，出现过3次，属下已经派人去跟了，暂时没发现他的落脚处。那就盯紧他，查出他背后之人，别让他误了咱们的事儿。是。小夫人，您胳膊上的伤还没好，要不我来？不用不用，千万不用，我可以的，忙你的啊。这招财抱着花是去哪儿了？回小夫人是送去连州夫人房里的。这连州现在对花草感兴趣了。牡丹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连州妹妹送驱虫药的。见过小夫人。可不能这样移栽呀！来，牡丹盛放的时候啊，不可移栽。招财之前没有养过花吧？若像你这样强行把它挖出来，就算这花能撑过今年春日，明年也开不出花了。姐姐今日过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这看着你养了凝烟子，便想着此花娇气，一招小虫，给你带了一瓶驱虫的药水来。
多谢。妹妹既然寄情于花草，何必劳动府中小厮呢？招财又不懂养花，为何不来找我？我本想养着玩儿，可不知其中有这么多门道。日后我还是作画弹琴吧，就不劳烦姐姐了。两问夫人叙话，招财先行退下了。去吧。困守内宅，恐怕只会误了自己的年华。我之前同你讲的，你可想明白了？要不要走出去，试试不一样的日子？你口中的日子，不是谁都能有幸过上的。我方才见着桌上的包裹，妹妹这是要出门啊？我想去开元寺小住2日，诵经祈福。开元寺，禅修清苦，怎么突然要去那里？我想和神仙去求一求我与蒋郎的缘分。姐姐大度，不会不让我去吧？自然不会。那点花土，一看就是采薇高声提醒后即刻产的。连州在和招财说什么，还要亲信守在门口。招财是蒋府的小厮，连州这么轻易就能收买吗？招财！郎君饶命！你平日里也不是折磨下人的主子，今日这是怎么了？你是跟这小厮有仇吗？你猜？蒋长阳在府中做戏，不单是想将纨绔的恶名传出去，只怕他身边一直都有旁人的眼睛。蒋长阳这几日不在长安，若招财真的是宁王的人，这连州突然离府，不会是要做什么对蒋长阳不利的事吧？我要去开元寺给母亲上香祈福，正好一起了。我跟牡丹是姐妹，我陪她一起。